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马达小王子。我们都知道，凡是有能量的东西都有电磁波，它是电场与磁场交互作用的一个整体。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马达最常需要解决的问题——电磁波。用跑步的概念理解，选手就是电场，鸣声响后选手起跑，伴随来的风压跟扰动就是磁场，而电磁波就是描述两者相互作用的现象，沿途传递能量与动量。接下来我将用3个例子解释被电磁波能量干扰的现象，注意影片中荧幕出现的现象。接下来是第2个例子。带有 GPS 功能的智慧型手机靠近行车记录器，荧幕立刻显示讯号被干扰，只要把手机移开，导航功能又恢复正常。第3个例子，飞机在关键阶段要开启飞航功能，这里的关键阶段指的是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任何的飞安事故来自于手机网络与机内设备的干涉导致，但我想没有人希望这中间出现任何差错，对吧？对付电磁波，那就要靠 EMC 方案了。它是由2个分支相辅相合而成，分别是 EMI 以及 ENS。前者代表发出干扰的强度，而后者则是对抗干扰的抵抗能力。就好比一对吵架的情侣，如果我们能先控制得住先生气那一方的怒火，或者是另一方忍得住不随着情绪起舞，那这个架肯定是吵不起来的。而马达呢，最常扮演的就是那个干扰别人那一个角色。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所以，我们马达通常是针对 EMI 去处理。EMI 包含2个重要的项目，分别是空间辐射以及传导干扰。更好懂一点的说法，就拿无线电波或者是线路传递时产生的电磁波理解。而我们将会以添加电感、电容或者是变阻器的排列组合来应对。碰到有这样需求的客户，我们公司会提供多个方案给第3方实验室验测。而验测成功后，我们会选择对客户来说较省钱，同时又能够达标的方案，让客户进行2次验测。基本上取得验测报告后，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若要进军欧盟，则继续往下申请 CE 认证来取得认证的标章。其中验测跟申请认证大概都花1周的时间。马达是个专业的领域，早在数年前大学就成立电机工程学系，而秉持着绅士专业，不仗着专业业绩中饱私囊，是我们一直取信于客户的原因。希望这支影片关于马达电磁波的 Why and How 解答了你的疑惑。那我们就下期见啦，拜拜。